皇帝喜欢儿媳妇，太子喜欢小娘，这些秘密整个皇宫只有我知道。因为我是个聋子，当然是我装的。我是被废的东宫太子妃。3年前，我爹洛丞相倒台，我也从太子妃变成了东宫弃妇。借着一场大病，我干脆装成又聋又哑，本以为终于能清静，可没想到这群皇室奇葩竟然把我当成了没有风险的垃圾桶，一个个跑来对我倾诉衷肠。最先来拜访我的是踩着我上位的新太子妃许宁。洛清寒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从前你可是对谁都傲得很，不曾想竟沦落到双耳失聪、口不能言。我要是你，还不如把自己吊死算了。骂吧，你就差把小人得志4个字刻脸上。算了，我跟一个聋子计较什么？不过你那时候那么讨人厌也不奇怪，这太子妃简直就不是人能当的。哼，这就开始了。你说陛下那么英明神武，生出来的太子怎么是个废物啊？这个箭陛下百发百中，太子却次次脱靶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好你个许宁，竟是为了太子没射中靶，气得一夜未眠。为什么我嫁的是太子，而不是陛下呢？君生我未生。你怎么了？你听得见？完了，第一次装聋子没经验，他非弄死我不可。不过是一只虫子，看把你给吓的，胆子越来越小了。给他换一碗新的药。竟然喜欢皇帝，许宁，你真是饿了。仔细一想，怪不得许宁家世出众，却偏要在太子已有正妻后执意嫁他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接近陛下，就说得通了。太子20，陛下36。10年前，许国公幼女出门遇劫，还是未登基的陛下顺路救下。消化陛下和儿媳妇这个大瓜，我花了一整夜。许宁那嘴是漏嗓吗？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，当我九族是批发的吗？冷静，洛清寒，现在的你，就算太子死在你面前，也要做到面不改色。清寒，姑真的好累啊。你是太子，天天锦衣玉食的，你累个屁啊！父皇他怎么能看上他的儿媳妇呢？我累个惊天大瓜！冷静，不就是许宁和陛下双向奔赴吗？顶多是伦理大剧，稳住！父皇借岳父获罪废你妃位，想让你改头换面进宫侍奉。等等，儿媳妇是我，坏了，皇帝是冲我来的。父皇借岳父获罪废你妃位，想让你改头换面进宫侍奉。等等，儿媳妇是我，坏了，皇帝是冲我来的。还好清寒你病得天下皆知，父皇才打消了心思。废物，连前妻都护不住，要你何用？可惜姑心慕许贵妃，却不能说呀。麻了，彻底麻了。你爹看上儿媳妇，你觊觎小娘许贵妃，你们李家是有什么淫虫病吗？清寒，你是真的什么也听不到了吗？姑也希望爱妃是真的听不见，不然只能忍痛割爱了。啊？哼，都说字迹可看心境，若是装聋，落笔必不宁。爱妃的心绪太平静了，看来是真聋了。废话，趁你哭丧早换了，这都没发现，真是愚蠢啊！好险，差点就全剧终了。刚才手抖成那样，我到底写了些什么鬼东西？原文是：若有色，若无色。原文是：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啊！救命！这玩意儿要是留着，我9族都不够猪的。烧，必须烧！经过3个月太子和许宁的轮番摧残，我把自己逼得学会了手语。世子，小心台阶。不必，我自己走。那是宁川，宁远公主的独子，太子的表弟。据说为了躲避催婚，特意跑到这里散心，就住我隔壁。我原本还怀疑他也是装的，可这摔的看着是真疼。算了，于心不忍。不必，请让在下自己走。姑娘，
等等，请让在下自己。不用谢。这位姑娘是？是我聋了吗？既然姑娘不愿意和在下说话，那便罢了。在下宁川，想必往后还有与姑娘再遇的机会。这个宁川，到底是不是装的呢？据我这几个月的吃瓜经验，总感觉他身上有个大瓜。为了证明宁川到底是不是装瞎，我就不信试不出来。这反应，这笑容，完了，退太多了，救命！表嫂，你没事吧？从我落水到被他抓住，不过3个呼吸，就算是没瞎的太子在旁边，也不可能救得这么快。宁川以为他是谁？花满楼吗？等等，这家伙刚刚在看什么？看来宁川装瞎是有道理的，他这双眼睛真是看了太多他不该看的东西了，就像我听了太多我不该听的。原来嫂嫂不聋啊！我操！看来也没哑。可恶，我的刀呢？当当，嫂嫂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找你妹啊！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，我也留不得你了。嫂嫂，你这么急着灭口，我倒是好奇你在太子那里听到了什么。我也想知道你在公主那里看到了什么。倒霉蛋果然会互相吸引。我爹永安侯有龙阳之好，府上侍卫小厮和书童他一个没放过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太子看上许贵妃，太子妃暗恋皇帝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我娘宁远长公主唯爱女子，之前太子大婚她见了你一面，对你念念不忘。好巧哦，皇帝也垂涎我，这父亲儿子姑3个审美还挺一致的。宁远长公主，你也没放过我啊！我不是公主和侯爷的儿子，我是他们抱养的。我爹不能生，我娘给他戴绿帽子。我和许莹是同父异母的姐妹。我后悔来这儿了，不来的话顶队长真严，来了就要死全家。所以你当时为什么要来东宫散心？因为我发现永安侯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。要不我们逃吧？但是太子……等等，太子来了，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这开路倾倒的声音我太熟悉了，跑不掉了。为什么父亲可以，儿子却不可以？父皇他已经老了。听听这句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太子要造反呢。宁川还在床底藏着，千万别一激动弄出动静，把自己搭进去。许贵妃到底在装什么坚贞呢？她以为姑不知道，她还惦记着那个死了16年的男人。原来他说的是哀太子，当今圣上的嫡长兄。若不是当年意外离世，这皇位根本落不到当今圣上手里。本来姑土心布局了3年，可突然冒出来一个表弟。表弟？谁来告诉姑，许贵妃宫里为何藏有表弟的画像和他的腰带？太子，你疯了！许贵妃怎么会有宁川的腰带？谁在那儿？不要啊！谢天谢地，这救命的小东西，原来只是一只老鼠。爱妃别怕。他安慰的顺口，心思却根本不在我身上，眼底依旧翻涌着未散的阴郁。出来吧，人走了。不是我的，
那腰带真的不是我的，我真是百口莫辩啊！那腰带是当年哀太子出猎时随身佩戴的遗物。腰带、画像、许贵妃、哀太子、表弟，这事还牵扯到16年前的旧案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16年前的旧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皇后驾到！别变了，快走！这位更是重量级，居然没带随从，看来今天又有大瓜了。都说陛下一世英明，没想到36就不行了，看起来挺硬朗，没想到都是他伪装出来的。深宫寂寞，若不是有小琪，本宫真不知该如何挨过这漫漫长夜。我以为我已经能承受一切，结果他开口就把天筒穿了。清寒啊，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但也多亏了你，本宫才能注意到他啊！怎么吃瓜还能吃到我自己头上？陛下跟妃嫔私底下总爱演戏，他让本宫演你，让齐公公演太子，他自己本色出演，强取豪夺。夺着夺着，本宫与小琪竟也走到了这一步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满宫的人头都不够掉的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起吧，你记着本宫说的就好。半月后的宫宴，别忘了。宫宴那天岂不是所有吃瓜主角都在场？万一我忍不住说漏嘴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借口称病不去。小琪大人，这是做什么去呀？小琪大人，皇后娘娘，他是掌印太监，能不能称掌印大人？您这称呼被人听见会惹大祸的。参1个时辰了，终于出来了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倒也不用说3次吧。因为他们就在我面前亲了3次。不要用亲这个字，我听了害怕。好吧，那就是皇后用舌头狂甩掌印的下跪唇，甩了3次。没准是你看错了呢，或者是皇后不小心的。可能吗？那皇后娘娘扯断掌印的腰带，在她的框框上扇了5个巴掌，然后掏出玉框框，框进她的框框，框了半个时辰，最后告诉我他们正在赏玉，这都是不小心的。我正在努力尝试填字，但发现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还不如跟宁川赏玉呢。这种日子你到底是怎么过下来的？前一句夷3族，后一句诛9族，你有几个9族够杀的呀？听俺的，咱不活了，告诉俺娘，俺是孬种。我们对坐着思考了很久，感觉这个前路一眼就望得到头啊。最差不过在刑场，他凌迟，我车夫。往好处想，也可能是他宫刑，我白绫。爹的，我这一条小命真的能承受这么多吗？洛清寒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还是逃吧。但逃走之前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挨过宫宴。如果实在逃不掉，我就给所有人下老鼠药，谁先死了谁是老鼠。宫宴这一天，终究还是来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宁远长公主、安乐侯，一个不落。我说不了话，也听不见那句绵里，只好老老实实跪着，像一棵树，把根扎死在地上，绝不能抬头。要是看见老皇帝那炽热的眼神，我非当场吐出来不可。毕竟人有3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：咳嗽、贫穷，还有恶心。见过。他看不见，还偏要硬撑。其实我心里也在发抖。太可怜了，这俩孩子真是太可怜了，天可怜见的，这手还在发抖呢。好，这样一来，皇帝和太子他们应该不会怀疑我和宁川是装的了。陛下也是的，明知道清寒病了，很怕见生人，还让他参加宫宴。就是因为怕见生人，所以才要多出来见见贵人，冲一冲病气才是。
开玩笑呢，一路走来哪有贵人，都是贱人。许宁正看着皇帝，皇帝正看着我，那我就看太子。大哥，你瞎转什么头？回去重看。娘娘，世子，坐下吧。连上了，这个感情线连上了，实在是，不是我激动这个干嘛？你虽被废，仍是自家人，往后有何打算？朕不愿你在东宫虚度余生。陛下，不错，毕竟婆媳一场，本宫可以做主，送你回洛家与父母团聚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若家人无意，何必将人囚禁在深宫中？父皇，您说呢？宁川世子，在宫中的生活可还顺心？多谢娘娘关怀。宁远长公主，本宫以为世子若不想那么早成亲，也不必逼他。贵妃娘娘说的是。是，娘娘说的对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方才奴才给侯爷斟酒，侯爷摸了奴才的手。快点吃。别看我，别问我，我继续吃。安乐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过是个太监，皇后娘娘何必大惊小怪？侯爷还说让奴才去隔壁宫殿的空屋子等着。安乐侯，你让朕的皇妹颜面扫地，该当何罪？陛下，您以为公主她就干净？她在房中与侍女厮混，自己也不干净。他还说不能得到洛清寒这等美人，真是平生憾事。不是，你就这么水灵灵的说出来了？还好我是聋子，胡言乱语。住！陛下！都别动！走，这边。不等了，就今天，我们逃吧。逃？可现在外面……跟紧我。放心，我都布置好了。我们一出宫，东宫那边就会着火，会把人都引过去。我们趁乱从这里走，再做出我们假死的假象。纵火会牵连到？不会牵连到你九族的，我保证。二位贵人，奴婢只能跟到这里了。娘娘有言，一位是故人之子，一位是骨肉至亲。二位出宫后能平安顺累，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太傅，幸不辱命。殿下受苦了，大王已收，且随老臣去高处看戏吧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许贵妃、宁川、我爹，甚至齐掌印，他们早就布好了一盘大棋。我也在棋盘上。上车。难怪当年我爹顶着被皇帝猜忌的风脸，也要把我这个聋哑废人塞进东宫。原来连我的装聋作哑都在他的算计之内。我平日里那些听来的、看来的情报，你们都用了。
那些听见的、看见的消息，本就值千金，我们只是把它们用在该用的地方。看来我平时靠吃瓜看戏凑齐的那些情报，早就被宁川和爹爹变成了杀人的刀。世道要换人做，最怕的不是刀枪，是欲望与丑陋，让他们自己撕起来，才最干净。原来那些看似荒诞的吃瓜日常，全是他们暗中推波助澜的引线，为的就是让这群夺位者自相残杀。这里安稳，3日之内别露面。他们真的会全部都跳进网里吗？会。报，前线消息。接下来的3天，探子流水般送来前线的超级大瓜，看得我叹为观止。先是安乐侯殿前失仪，冒犯掌印大人，污蔑宁远长公主。皇帝震怒，拉下去，打入天牢。宁远长公主呢？公主受其连累，被令闭门思过。第一根柴已添上。当夜，齐掌印主动入狱前，皇帝刚苏醒不久，身子尚虚。臣有罪，臣与皇后私情多年，每一处每一回臣都记得。若要问罪，臣认。你奉旨废后，打入冷宫。齐掌印竟然亲手把自己也推上去了。他推的不是自己，是皇后。有些人早不想活在旧账里了。东宫那场火，你只需要记得，火烧得越旺，暗处才越干净。紧接着第2天，说，太子妃入内廷替太子侍疾，皇帝虽半身不遂，仍强召太子妃入寝殿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们真的不是逃出来的，我们是被安置在最好的看台上，看他们一个个按照剧本走向崩塌。陛下，不可，臣妾是东宫。过来，你们，殿下，臣妾。父皇也配动我东宫的人？太子当场于龙床和皇帝翻脸，这也在你们的算计里。局势已到这一步，他必炸。人心最不耐羞辱，尤其是太子。太子一怒之下起兵造反，禁军中有人响应，太子拔剑弑父。你逆子，你先背了祖宗的规矩。皇帝经不住连番打击，当场暴毙。他真的杀了皇帝？戏到高潮了，戏还没完。第3天，许贵妃以太后之名临朝，她借齐掌印把持内廷与诏令，拿出早已备好的调兵虎符，调动京畿兵马。太子的叛军被尽数镇压在午门之外。午门之外，叛军已清，城内局势大定。短短3日，一切尘埃落定。3日足够了。臣恭迎哀太子遗孤，请李崇明殿下回宫主理大局。李仲明，哀太子遗孤。原来我曾以为许贵妃宫里的画像是宁川，没想到那是哀太子。16年前的血债，今日该清算了。16年前的血债，终于在今日连本带利的讨了回来。起来吧。
准备回宫。臣遵旨。叛乱虽已平息，但大火波及了民房。我突然觉得，这瓜子再也咽不下去了。清寒，你看这天下被他们祸害成什么样了？听我的，这烂摊子，咱得管。芝芝怎么在这儿？当年我们在太子剑下护住的这只小生灵，如今他也跟着我们见证旧皇朝的崩塌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能再装聋作哑、作弊上官了，因为这一次，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爱恨情仇，而是黎民百姓和这天下苍生。